海童边说边从自己的那串钥匙里取下一条钥匙递给战印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姐家里的钥匙。”战印黑眸闪烁，周红林应酬他知道，他托苏南调查收集周红林的证据，苏南那个八卦精交了卷后，觉得没有拿到最高分不甘心，还派着人暗中盯住周红林的。故而周红林只要离了公司，他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在苏南的掌握之中。晚上，战印陪着海童时，抽了个空给苏南发信息，找个机会推波助澜，让周红林和叶佳妮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坐实周红林完完全全背叛家庭，背叛婚姻。海玲提出离婚的时候，在道德层面就占了优势啊。现在周红林和叶佳妮在一起了，是他们俩的自然发展，还是战印推波助澜的结果？战印一时间也无法辨清楚，不过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知道他们在哪个酒店吗？我姐不肯告诉我，她不让我去。海童有点无奈，在姐姐需要她帮忙的时候，姐姐却把她推开，她自己迎头上。我打电话让我那个最会打探消息的朋友帮你查一查。这么晚了？没事，改天我请他吃顿饭就行。大不了给苏南多放一天假。海童，你先别走，在这里等我，还有你的车钥匙一并给我，我去叫醒梁姨，让她去你姐家里看着洋洋吧，我陪你去找你姐。战印叮嘱了海童一番，等海童把车钥匙给了他，他拿着钥匙回屋里去，敲着梁姨房门的时候，他也在给苏南打电话。还好苏南是个夜猫子，睡得晚，起来的也晚，除非有热闹可以凑，那家伙才会早早到公司的，否则都比战印晚。接到战印打来的电话，苏南还精神抖擞的呢。周红林现在哪里啊？战印压低声音问着。在商事集团旗下的豪家酒店。怎么了？你大姨姐要去找他。知道了。战印挂了电话，连他想多八卦几句的机会都不给。把梁姨叫起来后，跟梁姨简单的交代了一下，战印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找到一支黑色笔，就往自己的左边脸上涂黑了半边脸，让人以为那是天生带来的胎记。涂黑脸后，他才匆匆的出门。梁姨已经先走了。啊，洋洋太小，知道大少奶奶的姐姐要出门办事，梁姨也担心洋洋，所以走得匆忙。海童在屋门口等着战印，他也心急啊，数次想撇下战印自己走，可他不知道姐姐现在会去哪里。看到战印出来，他就催促着：“快点吧，我姐可能……你这脸画成这样干啥？”战印把门锁上后，拉着海童就走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朋友帮我查到了，你姐夫现在豪家酒店，那是商事集团旗下的酒店。我在战事上班，两家大集团颇有点死对头的意味，不想让商事的人认出我来。我把你画黑一半，那样就没有人认出来了。”海童多看了两眼被他画出来的胎记啊，在这匆忙间，他连这点细节都想到了，是个心思细密的人，怪不得能在战事集团当白领。海童现在是相信了奶奶的话，奶奶当初在他面前极力夸赞战印时就说过，战印是个很细心的男人。当然，要他愿意体贴你的时候，他的细心才会表露得淋漓尽致的。回来后，用清水和香皂清洗干净。海童开的是文具书店，知道怎么清洗画到皮肤上的笔油。战印很想说，回来后让海童帮他清洗干净脸上的笔油，画到嘴边，他又咽了回去，有点怂，不敢说。老太太，你那张嘴长来有什么用？话都不敢说了。苏南，老板，你大胆地说呀。这边海童夫妻俩以及梁姨都匆匆地行动起来，那边的叶佳妮在挂了海玲的电话后，去敲了浴室的门。周红林给他开门后，他进去。好一会儿，两个人一起从浴室出来，他是被周红林抱着出来的，然后艳丽的脸上娇羞无限。傻子都知道他们在浴室里做了什么。躺回大床上，窝在周红林的怀里，叶佳妮忽然说道：“红林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老婆刚才打来电话，叫你滚回家去，是我接的电话，你说她会不会误会我们俩有什么？”闻言，周红林推开他，坐正了身子，瞪大眼，颇有点着急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不早点说？”叶佳妮见他是这副态度，
不爽了，委委屈屈地道：“我敲你的门进去，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的，你却我不就忘了？怎么你还怕他知道？”周红林一下子缓和了脸色。由于他厌恶了海玲，加上上次家暴之后，夫妻俩已经不同住一间房了。他想发泄的时候，海玲也不给他那个机会。他又缠叶佳妮缠了很久，今晚总算吃到了嘴，他就贪了点儿。亲爱的，周红林忙揽着叶佳妮的肩膀，歉意的道：“对不起，刚刚我态度不好，我不是怕海玲知道。事实上，我随时随地都在做着和他离婚的准备。可是洋洋还小，我也跟你说过，等洋洋上幼儿园，我爸妈过来帮我接送他就行，就会向海玲提离婚的。现在让他知道了，偏离了我的计划，我才会一时心急。”周红林说的也是大实话啊，他没有马上和海玲离婚，就是想等儿子再大一点，可以送去幼儿园了，然后再一脚把海玲踢开。那你回去呗，现在就回去向他好好的解释解释，免得他误会了我们。叶佳妮换回了温柔体贴，催着周红林回家。周红林却满不在乎了，他说道：“误会就误会，我用不着向他解释。万一他找过来呢？找过来又怎么样？就他现在那副丑样子，我看着都倒尽胃口。我是个正常的男人，还要我为他守活寡不成？佳妮，我爱的是你，对你才是真爱。”周红林拥住叶佳妮，安抚着她，就算他真的找过来，我也会护着你的。况且他也不可能过来。这么晚了，家里没有其他人帮他看着洋洋，他不会抛下洋洋自己跑过来的。叶佳妮靠在周红林的胸膛，软声说道：“红林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接那个电话的，我是怕他有急事找你才会接的。没事，纸包不住火，咱们的事早晚会告诉他的，择日不如撞日吧。既然他有所怀疑，我回去后直接和他摊牌。”周红林哪舍得叶佳妮委委屈屈的，他的一颗心早就偏向了叶佳妮的，对海玲完全没有了温情。不过是考虑到自己的父母以及儿子，他才一直忍着，否则早就把海玲赶走。红林，你们俩要是离婚，他会不会分走你的财产？叶佳妮可不想周红林如今拥有的一切被海玲分走一半，他想看着海玲被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。海玲离开职场几年，孩子又小，才2岁多，他想重回职场，估计很难。到时候他就可以看着海玲那落魄的样子了。说不定海玲要背着孩子上街乞讨呢。周红林冷笑着，他想分，我就分给他了。从结婚开始，他没有为这个家赚过一分钱。房子是我婚前首付买下来的，婚后也是我独自还贷，我不可能分房子给他吧？他就出了点装修费而已，反正我是没有钱赔他的装修费，他要就把瓷砖铲下来带走。我的存款，他爬上经理也就最近2年的事，收入是比以前翻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但他开支大呀，又经常给叶佳妮买贵重的物品，他的工资是没有存下来多少的，不过就10几20万吧。倒是他的外快赚得更多，而他捞外快赚到的钱，为了不留下痕迹被公司查到，他是要求别人给他现金的，然后拿父亲的身份证去银行里办了张卡，把钱存到那张卡里，卡在父亲手里，但密码只有他知道。这笔钱他没有和海玲说过，是他爱上叶佳妮后才开始这样做了。就算海玲猜得到他的真正收入有多少，因为没有证据，也掏不出他捞外快的钱。你的存款够你还清房贷吗？要不你用存款一次性把房贷还清，房子是你婚前出的首付买下来的，婚后又是你独自承担房贷，海玲只出了装修费，他是很难分得到你的房子的。叶佳妮给他出谋策划，现在帮他保住他的财产，他嫁进去后才能享受到。他说道：“海童能分到的就是你的存款，这是你们的婚后财产，只要你把存款都还了房贷，就没有存款了，哪怕海玲要分财产，也分不到什么钱。”周红林却说道：“我婚后还贷的钱都是我工资收入，并非我婚前的个人存款，婚后的工资收入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，用来还房贷。就海玲是分不走我的房子，但我是要给她补偿一笔钱的。”叶佳妮默了默后，建议他：“要不
你把你的存款转给你父母，再让你父母以他们的名义帮你还清房贷，那就与海玲无关了。佳妮，现在海玲已经发现我们俩的事了，我就算把钱转给我爸妈，属于转移财产。海玲发狠，要是和我打离婚官司，那些钱还是会被他追回来平分了的。我的存款也不多，就10几20万的。除非能让海玲自动放弃分财产，否则我很难让海玲净身出户。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周红林是叫嚣着说海玲什么都得不到，实际上呢，他心里清楚得很。一旦海玲打离婚官司要分财产，他是要吐出点钱给海玲的。你的存款怎么才那点钱啊？叶佳妮跟他是一条线上的人，对他的收入比海玲清楚，就因为知道他收入高，他才会不要脸的跟他。只要他离婚娶了他，他回娘家也威风，能让父母兄嫂都讨好他，也能在亲朋戚友们炫耀他嫁了个优质男。周红林附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叶佳妮顿时笑逐颜开。还好他聪明，叶佳妮放心了，她嫁他绝对可以享福。当然了，她也得防着他，等她嫁过去后，她要拿着他的工资卡，她也答应过往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，他都会让他实现的。总之，他不会涉上海玲的后尘的。想让海玲净身出户，其实也很容易。怎么做？虽说周红林名下的存款就那么点钱，但能不分就不分，只要不分给海玲，那些都是他叶佳妮享受了。让他在分财产和洋洋之间做选择，他绝对会选择洋洋净身出户的。叶佳妮听后很失望，说你舍得放弃你儿子的抚养权吗？那是你们周家唯一的孙子呢，就算你肯放弃，你爸妈也不会同意的。周红林，洋洋是我的儿子啊，我当然不能放弃。叶佳妮娇嗔他，那你还说什么？周红林亲了亲他，说咱们要是早点你怀孕了，是个儿子的话，我和我爸妈倒是愿意把洋洋给了海玲。现在他和叶佳妮才发生关系，叶佳妮还在事后去买了药来吃，摆明了不会太快要孩子。目前他就洋洋一个儿子，周红林有着残留着的封建思想，就是重男轻女。无论如何，他也不会把洋洋给海玲的。洋洋生的又好，聪明可爱，谁知道他和叶佳妮以后生的孩子是什么样？周红林还不愿意冒那个险，万一叶佳妮以后生的是女儿呢？所以洋洋必须给他。难道我生个女儿你不喜欢？怎么会呢？你生的我都喜欢，但我爸妈要孙子呀。佳妮，你放心，洋洋不会让你照顾的。我会把洋洋送到我爸妈那里去，让他们照顾洋洋，不影响咱们的新生活。周红林什么都想好了，海玲肯定会和你争抚养权的，不过她没有收入，争也争不过你吧。周红林嗯着，想到海玲找到了工作，已经开始上班，这对他不利呢。他得想办法整得海玲失去工作，那样海玲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洋洋给了他，他拿什么来养洋洋？争抚养权就是输给他的了。陆氏集团，他想想有没有认识的人在陆氏集团上班，能不能帮他个忙，然后整治到海玲失去工作。粗暴的拍门声响起，叶佳妮眸子闪烁，海玲来了吧？那个胖女人还真的丢下了儿子，跑来找丈夫，看来还对红林感情深厚呀。这么晚了，谁在拍门？周红林边嘀咕着边去开门，脸色也不好看。等他开了房门，看到站在门口的胖胖身影，他愣住，有点不敢置信的样子。海玲居然来了，他怎么知道他在这里的？夫妻俩四目相对，海玲看着光着上身的他，脑海里想到的是他们过去10几年的感情，原来男人要背叛你是很快很容易的。周红林反应过来后，当即阴沉着脸质问着海玲，你怎么来的这里？洋洋呢？大半夜的你不在家里照顾好洋洋，跑到这里来。红林是谁啊？拍门拍得那么大力。周红林指责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叶佳妮就晃了过来。她穿着睡衣，披散着头发，不知道是不是2个人才激战过。她看起来妩媚动人，脖子上还残留着激战过的痕迹。此情此景，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狐狸精！海玲用着她肥胖的身躯，一把挤开了挡在门口的周红林，
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进去，不过是眨眼间就停在了叶佳妮的面前，然后他一把揪住了叶佳妮披散着的长发，抬手啪啪啪啪，连着抽了叶佳妮4巴掌，那动作真的是一气呵成，不带半点犹豫的。叶佳妮尖叫起来，说帮我照顾我老公，贱人，你就是这样照顾我老公的，我老公有我这个老婆在，用得着你来照顾啊？我打死你个贱人，狐狸精！海玲一边骂着，一边厮打着叶佳妮。叶佳妮试着反抗一下，但海玲抢了先机，她的反抗对海玲来说那是微不足道的。海玲力气大，她还把叶佳妮推倒在地上，骑在叶佳妮的身上，又是一阵的左右开弓。那巴掌声就像过年放鞭炮一样，啪啪啪的响。刚刚赶到的海童看着这一幕都有点傻眼，不过他很快就掏出了手机来拍视频。一只大手伸来，战印拿过了他的手机，低沉的道：“你去帮着你姐，我来拍视频取证。”他不想动手打狐狸精，免得弄脏他的手，他就负责拍视频取证吧。当然，要是那对渣男贱女赶上他家海童一根手指头，他就不怕弄脏手，把渣男贱女教训一顿的。海童扭身就跟着冲进房去，周红林已经反应过来，健步冲上前去，一脚就踹向骑坐在叶佳妮身上的海玲。冲进来的海童那个火冒三丈呀，他也是一脚踢出去。练过散打，对付海之亲那些混混，海童都占尽上风的，他这一脚踢过去，用尽了全力。刚把海玲踹倒的周红林也跟着倒在地上，被海童踢倒的。姐！海童上前去扶起了姐姐，周红林也迅速地爬起来，赶紧去拉扶起叶佳妮，指着海玲姐妹俩暴怒地吼着：“海玲，你们在做什么？”海玲揍了一顿叶佳妮，粗喘着气，听着丈夫的怒吼，她的怒火又被挑起来，她也吼着：“周红林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我为了你辞去工作，在家里照顾家庭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你居然背叛我，和这个贱人在一起，你问我在做什么？我在揍贱人。”说着呢，他又冲过去，周红林却挡在叶佳妮的面前，推搡着海玲，不让海玲再有机会暴打叶佳妮，嘴里骂道：“海玲，你住手啦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不爱你了，我早就厌恶你了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？像个泼妇。你读了那么多书，你的修养呢？”海玲都要气笑了，她打不到叶佳妮了，便狠狠一巴掌打在了周红林的脸上。我像个泼妇也是被你逼出来的。你也读了很多书，你的廉耻呢？他也读了很多书，他的道德心呢？你别扯到读书上，别污了天底下的读书人。周红林被打了一巴掌，本能的就要还手，海童连忙把姐姐拉开，他那一巴掌落了个空。周红林，你敢动我姐姐试试？海童怒视着周红林，你做了对不起我姐的事，背叛她，背叛婚姻，还好意思指责我姐？我说过，你不想跟我姐过了，可以向我姐提离婚，别在背后整小动作。真当我姐离了你就活不下去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就你这样的渣男，我姐离了你呢，那是脱离苦海啊！周红林被指责的说不出话来，但他一直紧紧地护着叶佳妮，不让海童姐妹俩再伤害叶佳妮。周红林，你对不起我啊！海玲忽然往地上一坐，又是捶地又是哭闹。你说过会对我好一辈子的，你说过我们会白头到老的，一辈子还长着呢，你就背叛我了，我头发还乌黑如墨，你就寻了新欢。你个王八蛋，狗男人，渣男，混蛋，你对不起我呀！海玲的哭闹让叶佳妮就是有着一股成就感，哪怕她被海玲打成了个猪头，可是她心里就是爽呀。至于周红林被妻子指责，脸无半点愧疚，他冷冷的道：“要哭要闹滚出去，这里是酒店，别吵到了别人。你既然都看到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说了，我早就不爱你，也厌恶你了，要不是为了洋洋，我早就跟你离婚。现在我觉得我不能再为了洋洋而委屈我自己，委屈我真心爱的女人海玲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听到他提出离婚，哭嚎着捶地的海玲一下子就窜了起来，几步跨上前，伸手紧握着周红林的一边手臂。其实他是想揪他衣领的，可惜这个渣男是光着上身的，没有衣领可以给他揪。
他要是还穿着上衣，带着领带，该多好呀！他揪他的领带都能勒死他。周红林，你要跟我离婚，为了这个贱人，你要抛弃你的原配。我们认识了12年，你和他认识了几年？我们相恋了7年，结婚3年，你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他又飞起一脚踹在叶佳妮的身上，叶佳妮被踹了一脚，赶紧后退。贱人，狐狸精，不要脸！周红林挣脱了海玲抓住他手臂的手，见海玲竟然又踹了他心上人一脚，反手用力推着海玲啊，海玲往后退，跌坐在地上。海童再次扶起姐姐，他被气得就要冲过去把渣男贱女揍个落花流水的，却被姐姐拉住了。海玲朝妹妹摇摇头，啊，他和周红林怎么打，那是夫妻打架，是家庭琐事。周家人顶多像上次那样让周红林回老家养伤，他打叶佳妮那是原配打小三，大家只会觉得他打得好。叶佳妮也心虚，不会拿他怎么样。但妹妹出手了，把周红林和叶佳妮暴打一顿，是替他出了气。以周家人的尿性啊，却会告妹妹，要求妹妹赔偿医疗费用，叶佳妮也会那样做。海玲不想让妹妹被拿捏住，海玲紧拉着妹妹，低声说道：相信姐，姐能解决。妹妹夫妻俩只要帮她拍下证据就行。周红林，海玲抹了一把眼泪，问他：你真要跟我离婚？周红林硬气地道：对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洋洋还那么小，你就忍心抛下我们母子俩不管？周红林眼里没有半点的犹豫，他冷冷地道：海玲，你先回去，我们都冷静冷静，过2天便是星期六了，我们再好好的谈谈离婚的事。海玲咬牙切齿地瞪着叶佳妮，周红林又挡在了叶佳妮的面前，生怕海玲又发疯地扑过来打人。姐，你让我……彤彤，我们走。海玲拉住了妹妹，狠狠地瞪了那对狗男女一眼，说道：周红林，星期六我等着你回去谈离婚的事。说完，他硬拉着妹妹出门。看到站印，他低声问了句：都拍到了吗？他在私渣男贱女的时候留意到妹夫在拍照的。站印点头：咱们走吧。海玲拉着妹妹率先往前走，站印默默地跟上。3人进了电梯，海玲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彪悍，无力地靠着电梯壁。她是在为离婚做准备啊，可是真正看到周红林那样护着叶佳妮，为了叶佳妮打她、骂她，向她提出离婚，海玲还是很难过很难过。相识12年，恋爱7年，婚姻3年多，他们之间就要结束了。难道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？姐，海童走过去拥抱着姐姐。姐没事。海玲连哭都不想再哭，为那样的渣男落泪不值得。刚才的哭闹既是演戏也是发泄，怎么说都有了12年的感情，一朝情断说不难过那是骗人的啊。他需要发泄，就借着演戏之机把自己内心的痛苦都发泄出来。今晚之后他不会再为周红林伤心难过落泪。洋洋，海玲记起了儿子，顿时紧张起来。姐，我让梁姨过去照看着洋洋，洋洋睡着后又是一觉到天亮的。周洋调皮的时候是很调皮，总会把玩具撒得一地都是，但乖巧的时候是很乖巧的，特别是晚上睡觉，除非不舒服，否则他睡着后就是一觉到天明。海玲这才放下心来。彤彤、战印，你们俩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不用担心儿子了，海玲才有时间有心情问这个问题。海童怪着姐姐：姐，咱们是亲姐妹，从爸妈走后，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15年，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有商有量的，这一次你却把我排除在外，我哪能放心呀？战印的朋友帮忙搜集过周红林出轨的证据，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问了他，他很快就查到了周红林在这里，我和战印就赶紧过来了。姐，以后不管遇到任何事都要告诉我，好吗？不要自己一个人扛，我已经长大，不再是当年那个要被你护在背后的小丫头了。海玲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刚才拉着你不让你揍那对人渣，是怕他们告你故意伤害罪，要你赔偿医药费什么的，不管他们做了多少对不起我的事，你卷进来打人，在法律层面上就是不对的。
姐动手的意义不一样，他们俩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心虚呢，挨了我的打与骂，只会默默地受着，不敢向我提出赔偿。彤彤，相信姐，姐能处理好的。要是姐真的需要你帮忙了，姐一定会向你开口，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当年父母双亡，她才15岁，都能带着妹妹在极品亲戚们的欺压下顽强地活下来。如今面对丈夫出轨，她一样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不必把妹妹卷进来。3年多的婚姻，她是因为有爱才包容一切。如今呢，情断爱消，她是不会再包容下去，自会奋起反抗，让那对人渣知道，她海玲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今晚闹这一出，拍下了视频当证据，她就能站在道德层面上指责周红林，外面的人也会站在她这一边，于情于理她都能稳住脚。海彤再次和姐姐拥抱了一下，海玲便推开了妹妹，皱眉问着：彤彤，你喝酒了？身上还有酒味。她是喝了2瓶啤酒，现在还没能闻到酒味。哇，她没洗澡，怪不得姐姐还能闻到她身上的酒味了。我就是昨晚和战印出去逛的时候，吃宵夜时喝了2瓶啤酒。海玲说：妹妹，你那酒量以后少喝酒吧。她又叮嘱着妹夫：战印，你看着他酒量不好，容易醉，酒喝多了也伤身，以后少让他喝酒，你也别太宠着他了。战印忙道：姐，是我的错，我帮他叫的酒。我知道，要是他自己叫的酒，肯定叫烈酒的，不会叫啤酒，酒量不行，又老喜欢喝。小时候看到我爸喝酒，他都偷喝过酒的。海玲陷入回忆中，嘴上还在说道：我记得那天是5月初1，我们老家的人，初1、15都要上香的。我妈在灶台那里摆下了3茶6酒，敬着灶君爷。彤彤就趁我爸妈不在的时候偷喝了那些酒。彤彤喝完了敬灶君爷的酒后，又怕被我妈骂，竟然往小酒杯里倒了清水。等我妈来收拾的时候，我妈拿来我爸的酒杯，把那6小杯的酒倒进我爸的酒杯，让我爸喝。海玲忽然笑起来，边笑边说道：我爸喝的时候只跟我妈抱怨，说村里小卖部卖的是假酒，新买回来的1瓶酒敬了灶君爷后，竟然一点酒味都没有了，如同清水一般。我妈还不相信，说就算往酒里兑水，也不可能一点酒味都没有的。她也喝了2口，然后也跟着我爸一起骂小卖部的人卖假酒。彤彤却在一旁笑得肚子都痛了。姐姐相信战印多过相信他就算了，还把他小时候偷喝敬灶君爷的酒的糗事说出来。战印看着海彤，那眼神让海彤想寻个地洞钻进去。姐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还拿出来说我？还是当着战印的面说的。海玲笑道：你那天吃过饭后就爬上床睡了一整天呢，酒量明明不行，还喜欢喝，喝了就睡个昏天地暗。战印，你记住就行吧，没什么天大的喜事庆祝，都别让他喝酒。战印抿嘴而笑，应着：姐，我记住了。海玲说起了往事，大家笑了一会儿后，难过就被冲走了不少。离婚就离婚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地球不会因为少了谁就会停止自转。离了周红林，她海玲一样会活得好好的。走出酒店，海玲就仰头望了一下黑色的苍穹，便扭头招呼着妹妹夫妻俩：走，姐请你们吃宵夜去，不是吃早餐了，提前庆祝姐要恢复单身。现在已经是凌晨5点。海彤和战印交换一下眼神，没有拒绝姐姐的提议。3个人去吃了早餐，战印开着车送大姨姐回到光明小区，他才带着妻子回家。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。战先生，在战印看着他的时候，海彤既感激的道：战先生，谢谢你。战印一步跨到了海彤的面前，伸手握住了他的双臂，在他仰头时，他把他压入他的怀里，发狠地搂了一回后，松开了手，略推开他，低头看着他，温沉的道：我们是夫妻啊，不要对我那么客气。海彤与他对视片刻，忽地搂上他的脖子，主动送上香吻。谁知道战印不像往常那样霸道的反客为主，而是捂住了他的嘴，黑眸灼灼地锁着他，低哑地问他：你亲我是报仇还是喜欢我才亲我的？
海童眨眨眼，想亲就亲了，没想那么多。如果你是把亲我当成给我的报酬，我勉强也能接受，就是心里始终不得劲。他想说他把亲吻当成给他的报酬，他就拒绝的，话到嘴边又改了口，就怕自己说了那样的话，他以后都不亲他了，就像他第一次去他公司接他下班一样。他说了一下，他到现在他都没有再去过他的公司，这丫头有时候叫真的让他跳脚。海童想了想后说道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出于什么心理亲你，就是觉得情难自禁，想亲你就亲你了，你要是觉得我亲你是给你的报酬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他还摸了战印的脸一把，去把你脸上的黑胎记清洗干净，太影响你的美感了。我是男人，别用美来夸我。你说怎么清洗的？用清水和香皂就能清洗干净了。战印又问，用多少毫升的清水，香皂要用多少？要洗多久才能洗干净？海童蹙眉说你在你房里的洗手间对着镜子清洗，洗得看不见黑色，不就洗干净了？这种低智商的问题你问了出来，都拉低了你的智商。战印抿唇不语，那双乌沉沉的眸子直勾勾地看着海童。被他这样看了半晌，海童有点悟出来了，试探地问他，战先生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代劳帮你把脸清洗干净吧？我是为了你的事才涂黑了脸的。意思是他该负责。海童张嘴结舌，他怎么觉得这个男人变得有点无耻兼无赖了呢？行，我帮你清洗干净，谁叫你是为了我的事才涂黑了脸的呢？你应该整张脸都涂黑，再在额头上画上弯月，还能当一回包公。海童边说着边拉着他走向厨房。战印跟着他的步伐走了2步就停下来，他蹙着剑眉问海童，干嘛进厨房？厨房有水啊。你的房间是我的禁地，从不许我踏进一步，我不带你去厨房。怎么帮你洗脸？或者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条毛巾洗湿了，再帮你擦擦，看看能不能擦干净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砸得还很痛，脚趾的骨头都要被砸断了。沉默了一下后，他淡淡的道，我房里的洗手间有我常用的男士洗面奶，应该也能清洗掉这些笔油吧。说着他扭身就朝他的房间走去。推开房门后，他扭头命令着海童，还不过来帮我把脸清洗干净。海童哦了一声，边走过去边说道，战印，这是你叫我进的哈，可不是我自己闯进来的。以后咱们俩再吵架，你可不能拿这件事来说我啊。我一直都信守承诺，按照协议行事的。啊，战印听得一脸黑线，等他进前后，忍不住弹了一下他的额，说你很希望我们以后还会吵架？相处久了总会吵架的，有哪对夫妻不吵架的？他在心里腹诽，特别是他心眼小的像针眼，一闹矛盾就拿他的微信号出气，删的，然后不回家跟他冷战。他是真不敢保证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个人不再闹矛盾。战印张嘴，竟然无从反驳啊。他黑着脸扭身走进了洗手间。海童对着他的背影小声嘀咕着，洗什么洗，洗了也还是黑的，比包公的脸还黑。战印忽地顿住脚步，扭头瞪着他，阴森森地问着，你在嘀咕什么？我说你很帅，帅过偶像明星，不去当明星太可惜了，要不你去当明星，我给你当经纪人怎么样啊？保证你红的发子，赚到大把的钱，数到手抽筋。战印又瞪他2眼跟上，当他耳聋了，听不见他在背后说他的坏话。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他不用当明星，赚到的钱也够他数到手抽筋。他想用钱铺满他的房间，每个角落都可以。海童老老实实地跟上他的脚步，进了他房间里的洗手间，发现他的洗手间比他那边的宽敞，还有可以容内2个人的大浴缸，要是洗鸳鸯澡。他想的有点远，想的也有点多，更是想歪了楼。海童赶紧刹住胡思乱想的脚步，一定神就看到战印在脱衣服。不是洗脸吗？他脱衣服做什么？他该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捂脸、尖叫，还是津津有味的欣赏？